为什么杀球总为危险？想发力下压却总打成平高，发力的通透感到底如何做到？今天就给大家下压的分诀，从轻杀、重杀、劈杀到正手突击与拿督绝招，一个视频快速找到正确的发力感，让你真正踏入进攻的大门。Let's go！大家先思考一下，杀球压不住与发力不通透基本都是同步发生的，所以才会出现你的杀球被对手杀回来的情况。但如果只有手腕发力，只要打准新手也可以把球压下来。可为什么一旦想加上手臂的力量就压不住了？因为只有当肘的位置在击球点后侧时才能完成下压，若太想用手臂发力反而无法下压。所以不管是轻杀、重杀、劈杀，只有将身体力量传导至手腕，击球时再由手指手腕发出，才能控制出球角度。所以不发力时的下压真的不难，难的是如何将身体力量传导至手腕再下压。同时发力的通透感也与这个息息相关。我们把击球点锁在平面标出，所谓通透是发力要穿透击球点，而不是在击球点前就已经发力绷紧，不要提前绷紧手臂去拍击球头。只有将力量传导手腕再发出，才能透过击球点。错误的是在击球点前发力去拍打球头，这样越想发力越打不出力。正确的是将身体力量传到手腕，在击球瞬间再发出。说了这么多，如何将身体力量传到手腕呢？大家最好看视频时拿起球拍，和我一起先举起，只用手腕去挥拍，这个都能做到的。然后身体不动，把手臂后拉，尝试加大挥拍力量。在手臂后拉时，会明显感觉身体绷紧了，肩膀发力让身体变得硬邦邦，这就是错误的提前紧张肌肉，想主动发力挥拍的感觉。挥拍时不要把发力感放在和举哑铃一样的局部肌肉使劲上。如果在打球时光想着使劲使劲再使劲，这样力量是无法传到手腕的。接下来我们将重心踩在左腿，让左腿和右臂在一条线上，大臂向后拉时身体放松，自然完成侧身，然后去感受身体转正带动手臂前甩的感觉，注意力放在如何让身体再放松下，带动球拍在左脚与右肩这条力线上转动上，身体将手腕转到最高点时，手指手腕发力挥拍，不要想其他的，身体带动手臂前挥的力就是从这来的，也不用想着顶肘什么的，击球瞬间大臂停止挥出拍头，一定要多练这一步。重心放在左脚，感受左肩下拉带动右肩上升的感觉，身体要放松，要协调，不要紧绷使蛮力。将手腕转上去的过程，也是身体力量传到手腕的过程。做好这一步之后，我们需要把身体带动大臂上升的部分加快，只要手腕与小臂依然保持放松，会自然出现顶肘的现象，此时传导至手腕的力量会更大。所以顶肘不要定义为一个刻意完成的动作，而是在身体带动大臂正确转动时产生的现象。最后我们只需在侧身时将右脚迈出，停止重心后流，开始挥拍前率先将重心向左脚转移，即可与前面连接在一起，完成正确的发力挥拍。想要发力，就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加快重心转换的速度上，而不是身体硬要去使劲。OK， 现在我们再加上步伐，就是完整后场了。但有时对手打来的球速较快，哪怕我们的发力动作没错，也可能在顶肘后超过击球点，导致无法下压，杀回去的球会很远，不容易让对方被动。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劈杀。首先不止向前挥拍可以完成下压，向侧面挥拍也可以。杀球需要正拍面击球，需要小臂内旋90度，而劈杀并不需要小臂内旋到90度。这是正常击球前小臂动作，这是劈杀前小臂动作，这是正拍面击球时小臂需要前挥的距离。劈杀时小臂前挥更短距离即可完成下压。
开始练习劈杀时，可在握拍时将球拍向内侧旋转些，还是和杀球一样的动作去打，自然就是切。但需要注意，劈杀的击球点要放得靠后一些，靠前反而不好发力。熟练后不需要改握法也能做到。劈杀经常运用在正手劈斜线，因为如果是正面击打，需要顶肘时肘对向斜线。正手不转体杀球依然是重心转换与力线一致最重要，只有肘对准球才能发挥最大威力。然而杀直线能做到这一点已经不易，很难正面击打出斜线的效果。但用劈的方式既有直线的一致性，又能更轻松打出斜线下压。劈杀斜线不是直接把小臂向左侧抱，依然要通过重心转换带动大臂上升，将力量传导至手腕发出。想要通透的发力下压，就要去理解羽毛球如何更好的发力。大家联想下，用中杆很硬的球拍时打不上，其实与自己挥拍时提前发力绷紧导致力量出不去一样。我的羊刀羽毛球拍特意调教出软韧弹属性中杆，搭配适当头重增强下压，让你的每一次发力感都像是集中在一点的重锤。只要你的动作没问题，就能放大你的发力，而不是拖累。我们4月30晚8点不见不散。